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17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还讲阿富汗政策那么题目叫拜登的阿富汗政策酿成全局性灾难，波及台海局势那么先讲讲昨天的讲话。拜登总统昨天晚上发表电视讲话，这个电视讲话我不具体的介绍，因为我们上一个节目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果有一些网友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去看昨天我们的直播2的节目那么拜登总统的电视讲话有2个反应。第一个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没有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这是第一个反应。第二个，美国国内外反应非常强烈那么我给他这样形容这是拜登总统的电视讲话点燃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正在烧毁拜登政府过去半年时间辛苦建立的一个施政框架。这个施政框架包括2个方面：第一，把人权置于外交政策的核心；第二，重返国际政治舞台，重建盟友的关系和信心这2件事情，这场电视讲话点燃的大火正在烧毁他的这个施政框架。Political UK 的这个 newsletter 这个新闻信里面说，他有一段这样的话，他说英国内阁成员看完拜登的讲话后说，他比我们意料中更像川普，我们比我们意料中更像欧洲人。那么 Political 这个欧洲的这个版本，他刊登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 Alex Wickham 的文章，题目叫美国优先拜登，还有一句脏话叫 fuck that 他这么说我读其中几段给大家听一下。他说，美国总统拜登面临来自整个国际社会的愤怒浪潮，因为美国的欧洲盟友对他处理阿富汗撤军的方式表示惊讶，并对即将发生的人道灾难无能为力的观望。英国政府成员、欧盟官员和外交政策专家一直在使用一句话这是拜登的美国优先政策，是川普式的拒绝盟友，这将导致可怕的人权侵犯和巨大的难民危机，并且使阿富汗20年冲突中取得的所有成果倒退，使该国再次成为恐怖主义滋生之地拜登说了什么呢在一次可能决定他总统任期的演讲中，完全不知悔改的拜登昨天晚上明确表示，他对自己管理美国人逃离阿富汗的方式并不后悔，他坚持认为，我坚决支持我的决定。总统将塔利班接管的责任部分归咎于川普政府2020年促成的和平协议，但主要归咎于阿富汗政治家和士兵。用他的话说，他们不愿意为自己而战。文章说扯屁拜登的精彩演讲很快遭到了外交政策专家的谴责，他们批评拜登对他所面临的选择进行了误导。批评者指出，总统似乎完全违背了他过去有关阿富汗的几个声明。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沙迪哈米德说，这仍然是美国优先政策，只是换了一位民主党的总统。中东研究所的查尔斯·李斯特在推特上说，可以想象川普会对这样的讲话只做稍微的改动那么现在的欧洲的反应是这样，德国议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叫罗特根说，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惊恐地说这番话但是前提是提前撤军是现任政府的一个严重和深远的误判。
这对西方的政治和道德信誉造成了根本性的损害。这是这个罗特根。罗特根呢是默克尔基民党的高级成员，他认识拜登几十年了，而且对拜登的前景非常的乐观。罗特根说，这个提前撤军是现任政府的一个严重而深远的误判，对西方的政治和道德信誉造成根本性的伤害。这非常重的话，这是啊。那么默克尔避免直接批评拜登，但是他在私下明确表示，他认为仓皇退出是个错误。2021年2月2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政府从2022年1月开始将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他在声明中指出，美国致力于实现一个人权受到保护、维权人士受到赞许、践踏人权者受到追究的世界。促进人权不可能由我们单独完成，而是通过与我们全球各地的盟国和伙伴的共同努力才能最好实现。拜登总统致力的外交方针是将我们的民主价值观与我们的外交领导地位相结合，以捍卫民主和保卫人权为核心。然后美国企业研究所是一个悠久历史的研究所，他的研究员凯蒂齐默尔曼说，在塔利班重新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的时候，拜登把人权置于其外交政策核心的说法听起来是空洞的，也就是没有任何意义啊。那么《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最新的一篇文章，阿富汗的败局进一步损害美国的信誉作者叫 Stephen Erlanger 他是今天的这个文章，他是这么说，就有几段我念几段。上周坎大哈街头流离失所的家庭，在过去几个月里，至少有40万阿富汗人失去了家园，这个数字可能大幅上升。布鲁塞尔阿富汗的迅速崩溃，他这么说，他说阿富汗的迅速崩溃引起了人们对美国信誉的抱怨，加剧了川普时代的创伤，并且强化了美国对其盟友的支持并非无限的观点。塔利班闪电推进之际，欧洲和亚洲许多人正在希望拜登总统能够重新确立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坚定地位，尤其是在和美国和中国、俄罗斯寻求扩大影响力的时候，现在美国的撤退必将引起怀疑。法国国防分析家弗朗索瓦·海斯堡他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他说，自奥巴马总统以来，美国一直在撤出海外军事行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必须为美国不再愿意承担联盟责任做好准备。当拜登说美国回来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是的，美国回家了。很少有人会因为美国最终叫停一项失败的事业而联合起来反对。大多数人会说，早该这么干了。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由于阿富汗的问题，你不能指望美国的想法会扎下更深的根。这种犹豫将会被许多相关国家更强烈的感受到，比如说台湾，比如说乌克兰，比如说菲律宾和印尼。这只能使中国和俄罗斯感到高兴这是这篇文章的其中一段，我念一段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这个汤图根哈特说，美国之所以强大、有影响力和富有3个原因3件事情：强大、有影响力还有富有，是因为从1918年到1991年
以及在那以后，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可以依靠美国来捍卫和支持自由世界。在投入20年和这么多生命和努力之后，美军突然从阿富汗撤军，这将使得世界各国的盟友和潜在的盟友开始思考，他们是否必须在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也会意识到，一些民主国家已经没那么有持久力了。这件事情的后果就正在发生。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两个：第一个，美国的盟友开始再次怀疑美国是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第二个，美国的盟友开始怀疑美国会不会坚定地站在他们身边。这个信任非常的重要。美国正在重建它的国际地位，这个国际地位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美国的盟友对它的信任。所以实际上，拜登总统昨天晚上那番讲话，把他们过去半年辛辛苦苦做的工作，一夜之间给干掉了大部分。那么拜登的讲话正在动摇他的亚洲政策。美军撤出阿富汗，塔利班迅速控制首都喀布尔以及全国大多数地区。很多人注意到阿富汗的局势对台湾的影响。那么中国趁机对台湾采取行动，测试美国对台湾安全的保障。不过也有人讲说这个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就是为了专注和中国的这个抗争。那么台湾在这种抗争之下反而会变得举足轻重，所以台湾反而会更安全。这又是一盘大棋，看见没有？这后面又是一盘大棋。中国人喜欢相信这种就是暗地里的策略，但是美国很少暗地里的策略。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每一项政策都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背后要让美国人民支持。所以你看美国很少暗地里的政策，除了我们之前讲的很少，比如说很少见的几个，比如说星球大战计划。现在讲星球大战计划是为了把苏联拖垮，但是这只是个说法。环球时报8月16号社论这个社论我之前讲过，我现在再讲一遍。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导致喀布尔政权快速覆灭，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因为台湾无疑是整个亚洲以来美国保护最重要的地区。阿富汗遭到美国抛弃后，局势快速翻盘，美国却只顾自己撤离，听任其发展。这是否是台湾未来命运的某种预兆呢？这个质疑非常有力。为什么？因为有事实摆在面前。如果没有事实摆在面前的话，这个质疑是空洞的。但现在这个质疑非常的有力。为什么？因为拜登政府提供了证据。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前主任前主任叫 Joseph Bosco， 他说了一段话。他说美国抛弃对阿富汗的承诺会使得任何台湾人或关心台湾的人感到担心，因为最坚强的人会在最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但在阿富汗的例子上，美国这个最坚强的人却离开了。中国可能会采取某种行动挑战美国，这可能包括形式上的武力，也涉及到军事风险，以及可能会有人命、成本、资源以及其他方面的损失。中国和朝鲜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测试拜登政府，看他们对盟友的保证是否可信。阿富汗的形势能够提供一个机会，让美国改变战略模糊的策略，对台湾做出更清晰的安全保障。Bosco 认为这符合台湾、美国和地区的整体利益。这 Bosco
Bosco 其实提出了一个问题，然后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当美国在阿富汗的政策被发酵传递到台湾之后，台湾海峡、台海这个局势的时候，那么中国也好，朝鲜也好，会测试美国的这个反应，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既然你在阿富汗不那么坚定，我看看你在台湾是不是有那么坚定喽？啊，所以他就马上就军事演习，军事演习背后肯定是有政治意图啊。所以 Bosco 就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美国就应该在台海把战略模糊的政策改变，变成战略清晰，这样的让中国让其他的这个 party 知道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承诺啊，这是 Bosco 的看法。那么史丁生中国项目主任啊，叫这个孙运，他说，中国媒体把阿富汗和台湾拿来对比，是一种攻心战啊。不过这个说法并不成立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为了专注中国的竞争，那么台湾就因为美国的撤军而得益，而不是从中受损。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是下一盘大棋啊。台湾与阿富汗不同，阿富汗的安全，政府和军方必须承担起责任，而不是把所有的责任、所有的资源要求美国来提供。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阿富汗跟台湾是不可同日而语。台湾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意愿，付出的资源是阿富汗完全不能相比的。这话说的是比较中肯的。阿富汗所有的装备、组织人员全是美国帮他搞的。美国掏钱，美国培训，美国组织啊完成，但台湾不是，台湾他自己干啊。所以虽然美国军售给他，美国也是卖给他的，而不是送给他的。但是阿富汗不是，阿富汗所有的军备都是美国给的啊，所以他这个完全是不一样。就是说意愿和情况大相径庭。对不起。这个孙运说，在美国自阿富汗撤军之后，如果美台关系有进一步升级或者重大发展，比如说美国12月啊拜登总统会举行这个民主峰会，如果可能邀请台湾的领导人参加，那么中方就可能做出很强烈的反应，但也无法将北京的动作和美国自阿富汗撤军一事相提并论啊，这是孙运的看法。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引起了一场口水战。口水战的一方当然是这个台湾岛内的第5中队的头目，叫赵少康。赵少康现在的头衔是中广的董事长啊，那么他也是台湾国民党的一个叛将。那么现在跑出来，他曾经想回去选国民党啊，然后又想回去代表国民党选，现在又放弃了。然后他在8月16号在脸书上说阿富汗是台湾的前车之鉴，美国对台湾其实跟对阿富汗的政策一样，都是协助你训练自己的军队，保卫自己的国家。不同的是，只是美国给阿富汗钱，我们给美国钱，没有美国派兵。你认为以台湾目前的军队素质和训练能力能抵抗多久？然后他说，民进党灌输台湾人中共不会打台湾，就是打了美国会来救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老共不可测，老美不可靠，要靠还要靠自己。两岸之间应该是要和不要战，如果要战就要好好准备。问题是台湾做好战争的准备了吗？赵少康这么说。然后在8月17号在脸书上问这个总统蔡英文，如果被兵临城下的是台湾，你的选择是辞职走人，还是拼到最后一把扫把？赵少康的话
跟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社论是同一个声调、同一个逻辑、同一个方向啊，所以赵少康毫无疑问是台湾的第5纵队啊，也是这个共产党的同路人啊。虽然他是国民党的叛将，所以他能叛变国民党，他也能够叛变台湾人民啊。另一方是行政院长苏贞昌，苏贞昌在8月17号在公开场合反驳赵少康，他说：“我们从阿富汗活生生、血淋淋的教训，更能感觉得出来，都是内部乱，外部想要帮忙没办法，唯有自助才能人助。要坚定自己的国家信念，要相信只有自己守住这片土地，别人才攻不进来。”吞不下去，只要自助，别人要帮忙，我们的好朋友才有时间、有机会帮忙。好，苏贞昌说，国民党威权统治，戒严台湾38年，我们在戒严中不怕被杀、被关，为台湾打开民主大门。今天还有强国假借武力要吞并台湾、并吞台湾，我们同样不怕被杀、被关。这就是苏贞昌的回应，非常有力。在国民党威权时代，你不是一样对台湾人民又杀又关吗？台湾人民怕了吗？没怕，对不对？马英九终于说了一番人话啊。他说，阿富汗不能和台湾相比，但对国外援助，台湾当然欢迎，但自己也要有自卫力量啊，这个话说的非常的对啊，马英九，我鼓励你继续说这样的人话啊。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他举了6个例子，讲台湾跟这个阿富汗不同啊。当然，台湾跟阿富汗当然不同啊，这个其实，但是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啊。为什么？因为反对或者赞成都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空洞的一种说法。所以我很赞同这种态度，对待问题的态度。你说台湾跟跟这个阿富汗不同在哪里？好，我告诉你6样。第一，阿富汗国家内部复杂，情况复杂，一国多制，各自为政，是失能衰败的国家。台湾则是民主国家的典范啊，非常有道理啊。第二，台湾由民主选出来的政权单一，没有内战的问题，美国没有支持政权的疑虑。但是阿富汗人口组成多元，又分散部落，族裔和信仰难以统合。台湾是高度城市化，族群相对集中啊，所以呢，这个台湾跟阿富汗区别非常的大。比如说，台湾人民普遍受到高等教育，阿富汗战争20年啊，那么整个的教育系统中断啊，那么人民识字率低落，知识化能力差，再好的设计和部队训练都无法组织统合阿富汗的政治军事力量。然后美军在阿富汗的战场对塔利班的组织，但在台海问题上则是亚洲最强权的解放军啊，这不是完全不一样。你对塔利班跟对解放军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正规部队，一个是游击队啊。第六，对美国利益而言，美国在台湾没有撤军的问题，只有几千美国公民需要撤离。那么当然，他认为美军协助台湾的前提是台湾愿意为自己而战。台湾人愿意为自己而战吗？当然，我们之前报道过啊，台湾的民调，台湾有65%的人愿意为自己的国家上战场啊。那么，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范世平说，国民党借阿富汗引发口水战背后的隐喻是美国会抛弃台湾，台湾的国防无法抵抗中国，就必须跟中国谈和妥协，接受9·2共识，让国民党在2024年当选总统，这是背后的隐喻。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中国大陆开始做一些战略性的试探啊，
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8月17号出动战舰，出动舰艇、反潜机、歼击机多种军种力量，在台湾岛西南、东南等周边海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检验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的能力。然后这个发言人，这个陆军大校施毅说，美国和台湾近来频频勾连挑衅，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这次练兵就是根据当前台海的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然后这个台湾国防部说这个解放军包括运8反潜机等，总共有11架次曾经闯入，就是当天8月17号闯入台湾西南空域那么台军6度广播驱离那么在东南空域防空识别区之内，并没有看到解放军的军机，只是在西南空域东南空域没有只能在西南空域。所以其实解放军宣布的这场所谓的演练呢，并没有那么大的规模它只是叫什么？只是揩个油而已那么台湾国防部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的所长苏子云分析他说，解放军这次演习除了针对台湾，主要是展现阻断美军由巴士海峡进入南海的交通线。不过他警告说，如果中国威胁过大，可能威胁到南韩、日本海上生命线，令北京自己受到这个引发的这个后果。还有一个问题昨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康宁在8月17号他在推特上发一个文章，说公布美军在海外的驻军的这个兵力。他这个推特里面讲到说，美军有3万美军部署在台湾那么然后这件事还是韩国28000人，德国35400人，日本是5万人，非洲是7000人，然后阿富汗2个月前的阿富汗是25000人，那么台湾是3万人那么当这个数字一出来，当然就很多人在质疑美国国防部台湾国防部上来就说这个数据不对。然后呢，这个环球网就上来就发表评论说，如果确实有3万美军哪怕是数量少于这个数字，那么也是突破底线的超级严重的事态这形同于对台湾实施军事入侵和占领，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战行为。所以呢，这要打说要武力说会，如果这是真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接受，然后会动用这个反分裂国家法，以战争的方式消灭、驱逐在台湾的美国军队，同时武力收复台湾最后证明是这个康宁的这个数字是用错了，引用错误的数字，这个是几十年前的数字但是如果真的有3万美军在台湾，解放军去收复台湾，收复得了吗？这是一个，这个是个什么呢？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讲中国官方媒体很少像这个《环球时报》这样直接表态但是这种直接表态由谁来发出由这个《环球时报》这种我们叫《环球时报》叫什么？有点像这个胡锡进叫小瘪三，有这种小瘪三来说呢，他比较好收场，就是说到时候就不认就是了，这是小瘪三，不算我们的正规军大概就是一个这样。那我们总结一下，拜登总统昨天的电视发言
虽然是为他自己、为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辩护，但是他的整个讲话其实对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包括美国政府啊，包括川普拜登政府自己的整个的对外的战略啊，对他的整个战略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我们现在高度关注这件事情的发展，因为这个事情的发展会影响整个世界的格局啊，影响非常的大。我今天为什么把这时间留下来啊，就是讨论这个议题，原因就在这里。虽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其他的议题，我们留在直播2来讲，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呢，很多网友在这个发言中，在昨天的视频下面留言啊，有一些留言，我觉得我们不要说这样的话，有些人说啊，这个阿富汗的人是人，阿富汗的人命是命，美军的命不是命吗？这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好吗？啊，美军的人命当然是命。如果我们要这样去讨论问题，这个问题就讨论不了啊。我们前提是什么？我们在讨论阿富汗撤军的问题上，我们讨论的前提是什么？我们讨论的前提是，这不仅仅是个撤军的问题，是美国的整体战略问题啊。所以我们第一天质疑这个政策啊，第一个节目昨天上午质疑政策啊，到了晚上，拜登政府有个回应，我们评价了这个回应。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拜登政府的这个电视讲话产生的影响，那这个影响我相信比这件阿富汗的政策本身影响还要大。为什么？因为这个政策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拜登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当拜登政府手上也握着一个美国优先政策的时候，那他之前讲的要把民主人权置于外交政策的中心的这个说法，就整个的就崩溃了啊！所以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不是一个仅仅是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当你可以从阿富汗撤军，意味着什么？你可能台湾海峡，台湾的政策开始受到质疑。当你台湾政策受到质疑的时候，你的朝鲜半岛的政策也会被质疑，那你整个的对外的政策就会被质疑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明谢 Ancon 谢谢 J 王谢谢 Max the dog 谢谢啊 Helen 谢谢 Jessie 蔡谢谢。我在这里提醒一下，请大家这个关注我的这个 Twitter 和 Facebook 啊，脸书的账号。这样的话呢，可以呢，我希望更多的网友来参与我们的直播。参与直播是一个非常有价值，它有2个优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参加互动。那么其实很多网友在这个留言区留言，当然可以和其他的网友互动，但是直接在聊天室可以参加更直接的互动，我觉得更有价值啊，好吗？观点不能责怪阿富汗人，他们自己国家已处于战争状态快40年了。很多网友说阿富汗人是懦夫，烂泥扶不上墙，可是实际情况是，普通士兵4个月没发工资了，很多人饿着肚子战斗。把阿富汗的军队说成烂泥扶不上墙，当然这是拜登总统的说法啊。但是你要知道，美国的情报部门已经公开的讲，等我们走了以后6个月，阿富汗政府就会崩溃。你想一下，阿富汗的政府是美国帮助建立起来啊。当然，我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为什么？因为它更多的是
采用一个军事手段，而不是政治、军事、社会手段，他要重建一个国家，才能避免现在的局面出现。美国虽然帮阿富汗重建了这个国家，但是这个重建是非常不够深入的重建，它就有点像在一个沙地上搭了一个房子，基础是不牢固的啊，它没有扎根到美国的阿富汗的这个社会当中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阿富汗的重建是2层皮啊，一层皮是现任的阿富汗的美国帮助建立的阿富汗政府，另外一层皮是什么？他们的国家和社会，它没有结合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美国自己也没有信心啊，这点，所以他跟美国在战后改造日本，或者是改造这个德国，他采取的行动完全不一样啊。那么这2个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啊，没有达到足够的深度和广度，这有点像什么？一棵树种下去啊，那根没有扎深，你最后还是会倒掉。你把房子建在沙滩上，你这房子没有根基，风一来就会倒掉。所以原因就是这个原因，不仅仅是它不仅仅是战争能力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国家能力的问题。所以阿富汗政府，你已经讲了，他半年之内就要倒台，那说明什么？你也没有信任他。那你比如说，你施加压力，要他释放这个5000个这个塔利班的囚犯，其中包括什么？其中包括他们的2号人物。那你想想看，这后果是什么？阿富汗政府就觉得你已经背叛他了。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细节。我们仅仅看结果，你并不知道原因。我们很多时候看问题，不能只看结果，结果是很多因素累加在一起得到的你看到的样子。但是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你仅仅说啊，这个仗没法打，根本就没有打，所以阿富汗军队烂泥扶不上墙，这是不公道的啊！阿富汗你要知道，你要建立一个军队，建立一个政府，必须建诸于这个国家、这个国土本身啊。兴许如果喀布尔是第一次可以认为是失误，但前面还有西贡，再往前1949年的国民政府，还有1989年的放过中共，美国当权者总是这副尿性。愤怒之后，我们能做什么？还是只能寄望于美国。即便人类文明堕入黑暗，美国也是最后沉默的高地啊。观点：情愿扒飞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摔死，也不敢拿起武器改变自己和国家命运的人，这是美军离开的原因。冷酷啊，你不知道那个扒在飞机上的那个人在想什么啊，你只是站在地面上看着那个面对危险的人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讲话没有同理心啊，我非常的不赞成啊。观点应该批判的应该是塔利班这个恐怖组织，还是那个落跑的总统？阿富汗自己又长期腐败和思想落后，美国撤离是几个月前就定了，911之前要全部撤离。最应该要批评的是恐怖组织的存在。面对一个恶魔，你知道打不过他，那打不过他的原因有很多啊。那么一个恶魔呢，他有恶魔的本领啊。这个恶魔之所以成为恶魔，就是因为他有很多我们普通人是不会做的事情啊。那么，于是呢，这个组织就变成了一个恶魔。我们现在在这里批评面对恶魔的人落跑，你怎么知道这些人就没有战意？你去看一下阿富汗，你去看一下阿富汗的现状，你就知道。其实很多东西呢，我们不能只把所有的责任推到阿富汗政府和阿富汗的军队身上，这是不公道的啊。观点：加入了会员就单纯的想支持王先生，给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只要立场一致，网友们都可以不同的观点互相启发，从不同的维度看问题，大家不用争个
谁是谁非，是这样的啊。我一直非常坚定的认为两点。第一点，说服另外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啊，就是说，所以我尽量的在我的节目当中也好，我在推特上也好，我从来不去尝试去说服一个人，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说服别人。同样的，我也不被人说服。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这样的观点，肯定有我的道理啊，而且我的观点也不是一个独立的观点啊，它都是一个体系啊。我们自己每个人看一个问题，都是一个体系当中的其中一部分，所以其实你很难改变其他人的看法。所以很多人期望我们把问题讨论明白啊，就是辩论个明白，其实在网络上是实现不了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见过在以前的论坛，在现在的叫做互动平台，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被说服过。当然，你说有事实上的错误呢，很快可以纠正，这个不是问题，但是看法很难改变啊，看法，除非这个人被蒙蔽，他不知道，你告诉他真相，哎，这个可以改变，但是他既定的看法很难被改变啊，这一点很清楚啊。就比如说我们昨天的两档节目，昨天两个视频下面留下留言，大部分是谁？大部分都是川普的支持者，在支持拜登的政策。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我本来是想起一个拜登总统的美国优先政策啊，这其实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脉络是很清楚的啊，都跑来跟我讲，很多留言跑来跟我讲，说美国没有义务啊去从头到尾支持阿富汗，美国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应该牺牲美军去做这样的事情。我知道，你不用再重复了，我知道，这就是美国优先政策。拜登政府昨天的讲话就是美国优先政策，这其他的人评价跟我的评价是一样的。我是认为，我昨天我就认为，拜登总统的讲话就是美国优先政策啊，这个政策会什么？会有严重的后果。今天你可以看到，这个严重的后果已经出来了。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讨论的问题是，美国你不可以以世界领袖自居，而且获得世界领袖的好处，同时你又不承担世界领袖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能不能做到？能做到，但是不能持久，而且迟早你会从这个位置上掉下来。那你说啊，我不在乎这个位置，你可以不在乎这个位置，但是你在不在乎你的钱包少掉2/3的钱，就这个道理。美国获得，我刚才讲的很清楚啊，刚才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他说的很清楚，美国为什么会得到信任、得到影响力、得到财富？美国是3样东西，美国得到3样东西。美国作为世界领袖得到3样东西，一个是影响力，一个是得到盟友的信任，还有一个是什么？财富。他因此得到财富。美国的财富有2/3来自他的地位。美国人没有那么强，美国，你说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并没有那么强，他是国家非常的强大，它是源于这个地位，所以你要想清楚，美国人到底想干嘛？那不断的有人给我留言说，王先生，你来美国时间不长，你对美国不了解。我相信，如果你的脑子里只装着一个这样的逻辑的话，你在美国生活100年，你也不了解美国。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观点，昨天听老师说台湾该如何请去看人民日报或者新华网，我找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到。今天听王老师完整的说明，我放心了。我们会坚持抗争到底的。我们曾经为了抗日，一个村庄的壮丁全部牺牲，
为了跟国民党威权抗争，我们去中正纪念堂静坐，当时就是抱着死了也没有关系的心情，还会怕中共来吗？当然不怕啊！台湾人，我相信台湾人有台湾有现在的民主，作为一个民主典范而存在，是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台湾人民的抗争，台湾人民的不懈抗争是台湾现在政治局面的根本原因。啊，之前有很多人讲啊，这个蒋经国多么伟大，做了一些这样的安排，那是你不了解历史。台湾人民现在获得的政治权利，都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台湾人，千万不要小看台湾人保护台湾的决心。虽然台湾还有像赵少康这样的败类，但是台湾人的勇气，台湾人的决心绝对不可小看。观点昨天看了拜登演讲的全程直播，即便左媒 CNN 的主持和嘉宾都直接表达失望和愤怒，批评拜登没有勇气去承认错误，却指责其他人。而五角大楼的记者会上，发言人一口一个我们有准备，在记者的逼问下苍白无力。昨天一度对民主制度产生了疑虑，但是看到这个场景，我对民主制度有重燃希望。撤离计划还有2周，接下来还做不好，内阁很多成员就要被叫到国会去听证了。明年中期选举也是拜登的压力。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对民主产生怀疑呢？美国不是存在了10年8年，美国作为世界领袖存在了这么多年，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经常这样子啊。民主是个什么？民主是个制度，但民主更重要的是个过程。民主面临的问题远比专制要来得多。为什么？因为专制不会有问题，专制只有一个问题，独裁者的问题，只有他的问题，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其他都不是问题。为什么？因为你的问题都提不出来。但是民主不是，民主所有的问题都会在桌面上。请大家坚定你的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每个人手上都握着民主制度的未来，我们每个人都为这件事情付出努力，民主制度才会发光发亮。所以不要去为民主制度一不小心就失去信心，那这个信心这信念也太不坚定了啊！提问：认为中共有决心进攻台湾，是否考虑过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都在沿海地区，军事打击最前线？一旦开战，中共是否能够承受经济和军事的双重压力？除非再次转移3线。我从来不相信中共会打台湾。我还是那句话，有一天，中共认为他有能力攻占台湾，他当天就会行动，不会等第2天。我坚定的这么认为。所以直到现在，中共还没有动手，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自己都认为他打不赢，打不过去，就是这么简单。至于说你说的这个什么考虑这个沿海地区城市，他不考虑这个问题，我不觉得他会考虑这个问题。他只要能够占领台湾，他在政治上赢了就行了。但是他考虑的是什么？他真正考虑的是，第一，他打不赢；第二，他打的过程中，他可能后院就垮掉了。他不是被打败的，是垮掉了。所以我经常讲的另外一个道理，就是为什么中共不动手，就是对于中共来说，让他下台的最近的一个理由，就是发动一场战争。从目前来看，台海战争是最近的一个战争。观点：上次如同这次新冠引起的经济萧条，是1929年，新冠1929年大萧条，大萧条导致了新冠，你说的是什么？
萧条导致了纳粹的上台。这次中国也因为疫情愈加纳粹化，英美的反应很可能会和二战前一样，以建设国家国内度过危机而对外积极妥协。但是台海之间还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决心以及对中共的认识太深刻，导致我觉得日本才是台海的定海神针。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英美反应完全不一样。而且你想一下，二战时候的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和现在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完全不同，那怎么会是英美的反应呢？所以我不同意啊。观点：美国这次就如居河斩，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动摇了所有相信它的国家。那么中共将会看准机会给台湾出击，感觉阿富汗这事件就是中美大战的导火索，哪有这么简单？我不相信，打不赢的啊。观点：这次拜登的外交重大失败，以台湾立场，我认为是有利的。为了挽回信任，美国势必改变台海模糊策略，这或许会迫使拜登必须改变美国对台湾的模糊策略。五五分吧啊。没那么容易啊。拜登总统还是有机会把这个船掰回来的啊，还是有机会掰回来的啊。王老师，请问美国撤出阿富汗会引起地缘政治如台湾的压力吗？美国会坚守民主台湾吗？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对吗？观点：阿富汗这次会引发这么大的风波，主要因素是美国在未知会阿富汗政府的情况下直接撤离军事基地。在战争中，除非是溃败的情况，否则正常情况一定会有军队殿后进行有秩序的撤退。而这次撤退只能用荒唐来形容，还不懂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最有实战经验的军队做出这样诡异的决策。所以我就讲了，我认为拜登总统要撤掉他的国防部长，撤掉他的阿富汗的这个战地指挥官啊，甚至他的国安顾问都应该撤掉。为什么？失职啊，这不明显的失职吗？拜登总统跑出来讲这样的电视讲话，完全没有解决大家的问题啊，没有解决大家的问题。观点：台湾跟日韩息息相关，这3个地方是美国扶持民主很成功的地方，经济都发展得很好，足以跟美国产生产业链，投资报酬率是相当高的国家，这跟阿富汗纯粹的付出有很大的不同。观点：最心疼那边的女孩子们，20年了，她们也许有了一线希望，之后又陷入更大的黑暗的未来。本来学习的年龄被迫去婚姻生育，而美军扶持的阿富汗政府本身其实根深蒂固没有真的要帮助女性同胞者，这可能就是根深蒂固那个民族的底色。提问：在这次美军在阿富汗投入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资金，依然迎来这样的结果，是不是美国情报低估了穆斯林极端主义信仰的力量，还是继续民主意识？美国人其有我，自我觉醒。日本也很厉害啊，日本的传统力量会比阿富汗差吗？我不觉得。但是你看啊，日本二战以后的改变，对吧？所以其实不是的啊，关键的还是整体战略啊。就是说什么战略呢？就是美国人对阿富汗的问题，就是觉得一个小国家稍微搞一下就搞定了，他没有认真潜下心来去帮助他的重建。就是既然塔利班在这里，那我就给你钱，给你装备，你组织军队，训练你能打仗就行了，就搞定这个塔利班就行。他没诚心要帮助他重建这个国家。你没有诚心重建这个国家，其实你塔利班的问题就解决不了。
这是什么？这是战略思维的错误，或者我根本性的讲叫简单的讲叫误判，战略误判。做这个决策的人要承担责任。是谁？是谁？当然好几任前的总统了啊，但是这几任总统都没有把这个问题看明白啊。美国的问题，大部分的问题都是什么问题？都是没有搞清楚问题。其实美国很厉害的，当他搞清楚问题的时候，他有实力也有能力把它做好，但大部分情况是没搞清楚问题是什么啊。观点：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过去100年来，美国都是自由世界的标志。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精英，一代一代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国家，才共同保持美国的强大，是信仰的力量。如果美国退回美国优先，甚至是孤立主义的自我认定，那就是美国衰败的开始。非常同意。如果美国放弃了自己的价值观，那他就会被其他人放弃。被刚才讲的一代一代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国家的追求民主自由的精英放弃，这个国家就开始衰败。观点：其实美国成功改造的国家，最成功的差不多是德国、日本，次一点的是西欧、东欧，还有那么多小国都很成功，人均 GDP 都可以吊打中国，都可以投票选举，非常对。观点：感谢王健老师每天认真做的节目。阿富汗这事儿的观点，我是支持拜登的。美国辛苦坚持了20年，死了2000多人，花了2万亿美元，这全是美国人民负担的。美国的政策不只是总统做出的，尤其是这种大政策是美国人民做出的，是美国的主流民意。OK， 我完整的读完了，你不用再说了好吗？这个话已经在帖子里面永远是这几句话。一直在讲这个，可以，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你会承担后果啊！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非常不同意。这美国主流民意不是你们决定的啊，这不是美国人民决定的，美国人民不会决策，美国的政策是由美国政府决定的，美国政府要考虑美国的民意，但是美国的民意并不是某一部分人的意思啊。观点：美军在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受困于媒体监督下的战场道德，但讽刺的是，战争是最反人类的行为，战场上最残酷的就是最有效的，不论文明或者是野蛮的作战方式，在和平国度的客厅电视里看起来都是野蛮，会招来口诛笔伐。苏联证明了野蛮征服不了阿富汗。美国证明了文明也征服不了阿富汗，但深究阿富汗的地理和历史，我认为这个国家的诞生就是错误的。阿富汗将是持久的地缘政治黑洞，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啊，就是说，如果要重建阿富汗，其实最根本的是要重建整个国家，就是说你要重构整个国家。如果你不重构整个国家的话，实际上这个国家。大家要知道，你看到塔利班，它是有土壤的，它是有土壤的啊！你要改变的是土壤，而不仅仅是在上面种树的问题。你在上面你不改变土壤，上面种出来的树都是塔利班，所以我是不同意的啊！不是说文明征服一个国家，用征服的概念去面对阿富汗的话，你永远是失败。你不是去征服它，你是和他一起成长。你是和他一起成长，是帮助他，让他成长，不长出罪恶之花。这美国在日本不是很成功，在德国很成功的把这件事情做了嘛，对吗？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地方是黑洞，没有一个地方你要做的就是改变那个地方的土壤。观点：中共可以压上人民的一切，但不敢压上自己的命。中共形容自己为正确，人民就是中共挡子弹的英雄，非常对。明谢 Johnny Carr， 谢谢廖福进，谢谢Lenny 陈，谢谢。这几年台湾的气氛真的很不一样，人们充满自信，但仍然保持谦逊，互相尊重。
相信是台湾人努力经营民主政体、自由社会厚积薄发的结果，对未来充满期待。我也是这样，我一直认为台湾非常好。你看这次疫情你就知道，虽然国民党不断的在搅和，但你看，疫情控制住了吧？自己的疫苗出来了吧？对不对？啊，这就是台湾，这就是台湾。中国传统文化，加上民主政治，再加上科技发展，就是现在的台湾，一个民主国家的典范。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